10分钟读书，今天我们来读美国作家加里·凯勒和杰伊·帕帕森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我们好像都掉进了一个奇怪的陷阱里，每天从早忙到晚，待办事项清单越列越长，我们拼命划掉一项又一项，可内心深处那种焦虑和空虚感却越来越重。我们看似做了很多事，却好像什么都没做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被一个巨大的谎言欺骗了，那就是做得越多，收获越多。而这本书就是要戳破这个谎言，告诉我们一个反常识的真理：如果你想收获更多，你反而要做得更少。作者加里·凯勒用他从濒临破产到建立起世界级公司的亲身经历，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成功定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这本书。第一部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撬动你的成功。你玩过多米诺骨牌吗？轻轻推倒第一块，后面成百上千块骨牌就会应声倒下，形成壮观的连锁反应。但你可能不知道，一块小小的多米诺骨牌可以推倒比它大50%的另一块。物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如果从一块只有5厘米高的骨牌开始，按这个规律递增，第18块骨牌就会像比萨斜塔那么高，第23块会超过埃菲尔铁塔，第31块将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而第57块它的高度足以够到月球。这个现象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启示：卓越的成就不是靠零散的努力累加而成的，而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你只需要找到那最关键的能起头的第一块牌，然后用尽全力推倒它，剩下的事情就会随之迎刃而解。作者在书中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他曾用不到10年的时间创办了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但随后公司突然陷入了全面的困境，他拼尽全力，牺牲了一切，却无力回天。就在他绝望的时候，他的导师给了他一个看似简单到不可思议的建议。导师说，你不需要做100件事来扭转局面，你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找到14个最关键岗位上最合适的人。耶稣需要12个门徒，而你只需要14个关键人物。作者震惊了，但他选择了相信。他解雇了自己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寻找这14个人这一件事上。结果呢，不到3年，公司就实现了持续盈利，并且利润连续10年以40%的速度增长。这个世界并没有魔法，所谓的奇迹不过是找准了第一块骨牌，然后专注地推倒它。无论是你的事业、财富还是健康、人际关系，都存在着这样一块骨牌。找到了它，你就找到了撬动整个人生的支点。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找到它呢？别急，在找到方法之前，我们得先清理一下头脑中那些阻碍我们的错误观念。第二部分，你必须避开的6个关于成功的谎言。为什么我们总是找不到那最关键的第一块骨牌？因为我们的大脑里充斥着太多看似正确，实则有害的谎言。作者犀利地指出了6个最常见的谎言，我们来重点看看其中3个。第一个谎言是每件事都很重要。我们每天都面对着长长的待办事项清单，感觉每件事都紧急，每件事都重要。但事实是，生活中的成功从来不是平均分配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早就发现了著名的28定律，也就是80%的结果往往来自于20%的付出。这个定律告诉我们，在所有你认为重要的事情里，只有少数几件，甚至只有1件是真正能带来决定性结果的。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做了更多事，而是因为他们把那关键的20%做到了极致。所以你需要做的不是把待办清单上的事全部做完，而是把你的待办清单变成一张成功清单。在这张清单上，只有少数几项，甚至只有1项，是你必须投入全部精力去完成的。第二个谎言是，你可以同时处理多件事。在现代社会，能够一心多用，似乎成了一种值得炫耀的能力。但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彻底击碎了这个神话。研究发现，那些所谓的多面手，在处理任何一件事情时，表现都非常糟糕。他们更容易被无关信息干扰，更难在任务之间切换，记忆力也更差。真相是，我们的大脑根本无法同时专注于2件需要思考的事情。你以为你在一心多用，其实你只是在不同的任务之间进行着快速、低效的切换。每一次切换，你的大脑都需要重新调整，这个过程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就像一个杂耍演员，他看起来同时在玩3个球，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瞬间，他都只能接住或抛出1个球。所谓的同时处理多件事，不过是同时搞砸几件事的代名词。第3个谎言是要过上平衡的生活。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听起来很美好，但它就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当你追求卓越的时候，生活必然会失衡。
因为卓越需要你投入非同寻常的时间和精力在某一件事上，这就意味着你在其他事情上的时间必然会被压缩。奇迹不会发生在中间地带，奇迹只会发生在你追求极致的过程中。作者提出，我们不应该追求平衡，而应该追求制衡。就像芭蕾舞演员，他踮起脚尖时看起来无比平衡优雅，但你看他的脚下，会发现他一直在做着微小的、快速的调整。对于工作，我们需要长线的制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专注地投入到最重要的那件事上，允许其他事情暂时被忽略。而对于个人生活，比如健康、家庭，我们需要短线的制衡，时刻关注，不能长时间失衡。第三部分，用一个关键问题找到你的那件最重要的事。具体该如何找到那件最重要的事呢？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无比强大的工具，一个可以应用在生活任何领域的神奇咒语，它就是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做了这件事之后，就会让其他事情都变得更简单或者不必要吗？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问题的威力。首先，我能做的，这意味着行动，而不是空想。其次，最重要的是，它强调了唯一性，强迫你在众多选项中做出取舍，找到那独一无二的第一块骨牌。最后，让其他事情都变得更简单或者不必要了，这是这个问题的灵魂。它为你提供了一个检验标准，帮你判断你选出的这件事是否真的具有那种撬动全局的杠杆力量。这个关键问题就像一个指南针，可以帮你规划人生的宏大蓝图，也可以指引你当下的每一步行动。你可以用它来问你的长期目标，比如为了在未来5年内实现财富自由，我今年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你也可以用它来问你今天的安排，为了完成本周最重要的项目，我今天上午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通过这种倒推法设立目标的方式，你可以把遥远的梦想和眼前的行动紧密地连接起来。从你的终极人生目标开始，倒推出5年目标，再倒推出年度目标、月度目标、周目标，最后落实到你现在要做的这一件事上。这样，你当下的每一步都踏在了通往梦想的坚实路径上，你推倒的每一块小骨牌都在为最终那块巨大的成功骨牌积蓄着能量。这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也是最高效的成功路径。第4部分，预留时间段，捍卫你的专注力。找到了那件最重要的事，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如何确保自己能真正的去完成它。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干扰，电话、邮件、同事的请求、家人的需要，他们就像4个小偷，随时准备偷走你的时间和专注力。这4个小偷分别是不会说不、害怕混乱、糟糕的健康习惯和不利的环境。为了对抗他们，作者提出了一个核心策略，那就是预留时间段。预留时间段就是像安排最重要的会议一样，在你的日程表上为那件最重要的事划定出一大块不受任何干扰的专属时间。作者建议每天至少要留出4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你要建立起你的堡垒，关掉手机，断开网络，告诉所有人请勿打扰。这段时间是你与自己最重要的约定，你必须像捍卫生命一样捍卫它。很多人可能会说，我哪有那么多整块的时间？史蒂芬金，这位我们这个时代最高产的作家之一，在他还未成名时，就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严格执行自己的时间安排。他每天上午都雷打不动的写作，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坚持，成就了他后来的辉煌。所以，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时间，而在于你是否把这件事看得足够重要。成功人士的一天，通常是上午做执行者，下午做管理者。上午，他们在自己预留的时间段里，心无旁骛地处理那件最重要的创造价值的核心工作。到了下午，再去处理那些邮件、会议等琐碎事务。而大多数人正好相反，他们一到办公室就被各种杂事淹没，等到真正有时间做重要事情的时候，精力早已耗尽。请记住，你的意志力就像手机的电量，每天早上是满格的，但随着你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抵抗诱惑，它都在不断消耗。所以你必须把一天中精力最旺盛、意志力最强的时间留给你那件最重要的事，这是对你能量最有效率的运用。保护好你的时间段，就是保护你通往卓越的唯一通道。好了，这本书的内容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其实是在呼唤一种极简主义的成功哲学。它告诉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选择泛滥的时代，我们缺少的不是机会，而是专注的能力。成功不是一场比谁更忙更累的马拉松，而是一场找准方向、精准发力的短跑。你的人生不是由你做过的所有事情的总和决定的，而是由你用心做好的那件最重要的事所定义的。找到它，然后把你的生命倾注于此。
最后分享书里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阅读。20年后，让你觉得更失望的不是你做过的事情，而是那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对此你怎么看？欢迎留言交流。